大家好，欢迎收看，就是说，我们今天谈调色。我们在使用调色的部分呢，有几个基本的原理，我们要先知道。第一个，我们在所有的显示器上面，不管是手机、电脑、电视等等这些萤幕的部分，它使用到的都是所谓的 RGB 这三种色彩元素，然后来组成各式各样的一个颜色。那这个就是我们最基础的这个色彩的部分。那针对色彩的原理的部分，内容太广了。那我们这边只要有一个基础的概念，我们知道 RGB 这三个东西，它分别代表的是三种颜色 ：R 红色、G green 绿色、Blue 蓝色。好，这三种颜色它可以组成我们放眼所见的各式各样的一个颜色。那这也是我们在不管是拍摄或是后期制作调色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的原理。我到现在才懂一件事情哦，之前也很困惑，为什么有一些人他的影片呢看起来它的质感就非常的高级，为什么我们拍出来总是拍不出那种感觉？哦，终于在12月份剪映专业版它出了这个示波器。一开始对于这个示波器我也不了解，这个东西到底是在干嘛的？那在这一段时间，将近快2个月的时间一直在研究，那也不停的自己来做了很多的这个试验。我们终于搞懂示波器到底要我们怎么利用示波器来方便我们在做调色这件事情，而且让我们的色彩可以更加的精准。一般我们在做调色，如果是照片的部分，我个人的喜好会使用 Depth Shift 跟 LR， 这两个东西我们来做手机的相片的调色。那这个也是我非常推荐给大家的如果我们是纯粹用照片调色的部分的话，可以使用这两个工具。那如果我们是用影像的部分，我们来做调色的话，我们有专业的工具，比方说像 Final Cut 或者是说像 Premiere、PR 的部分，这些都可以做到细致的调色。那今天剪映专业版在12月弄出了这个示波器，加上了这些我们可以调整的，包含像线性调整，大大的减低我们对于调色的一个门槛利用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更精准的知道我们的色彩的变化。那怎么操作呢？好，那在我们调色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在剪映电脑版里面呢，它跟色彩相关的设置有哪一些？那第一个是在左上角这个调节的部分，我们点左上角调节的部分。那在左边这里有一个自定义调节，这个是针对我们想要调节的这个内容的部分，我把它弄成一个滤镜，直接弄成一个滤镜。那我可以设置我想要的一个参数跟变化，我可以从左上角这边去拉。那这边拉出来的呢，是针对整段。如果你的影片或是你的照片，你有很多段的话，那我可以直接变成是一个滤镜，我直接加在这些段落的上面。那这个是调节的部分。好，然后我的预设，如果这个调节的内容你整个调节完觉得不错，那我可以从右边画面右边这里保存预设，我就可以把这个预设给存下来。那后面我需要用到的时候，我就可以直接拉出来。但是事实上，如果你在做这个调色，你就会知道参数其实并没有一定，因为有时候根据你画面的一个变化，其实并没有一定你可能还是要再做一个细调，但至少它可以让你先把大方向的这个预设可以先存下来就变成下面这个我的预设，你就可以随时呢再把你需要的这个预设，我直接把它拉出来做一个滤镜的一个调整我的预设它就是这样子，等于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调节的部分，我们就可以当做是一个预设值在这边。那这个是我的预设的部分。好 ，LUT 是指别人已经做好的这个滤镜，那你可以拿来做一个使用。那我在片尾的部分呢，我会提供一些这个滤镜的部分给大家去做免费的一个下载跟使用。好，那这个是左边的调节的部分。那当我们点选照片或影片的时候，我们点选照片或影片的时候，我们在右手边呢，它就会出现这个调节。那这个调节是针对这一个影片或照片我去做处理而出现的一个调节。我可以
那我们来看右边这个部分，它目前我们点了调节之后，它有所谓的基础，它有 HSL 还有曲线哦，这3种东西可以做调整。那我们的示波器，这里总共有3个示波器，好，最左边第一个示波器，然后第2个。还有第3个，这3个示波器分别代表的不同的意思。左边这个是 RGB 的分量示波器，它分别代表3种颜色，在这个图片当中整体的一个位置，好，像这样子。它的指数1023，这是最高，好，然后中间512，这里有一条线，然后最下面是0，那这个是它整个示波器的一个分布的一个状态。然后右手边这个是。当3个示波器红、绿、蓝3个合为一体的时候，它们就会呈现白色。所以右边这一个呢，是指曝光整体的曝光的一个情况，它的亮度的一个状态。当3条线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会呈现完整的一个白色。那当它们是分散的时候，哦，比方说像这样子，当它们是分散的时候，代表的画面中其他颜色的组成，那没有所谓的好或不好，它主要是让我们判断我们颜色整体的变化是怎么样。那右边这个是所谓的矢量示波器，那它主要的这个分别对应的位置有它不同的一个颜色哦，这是分别它们有对应的位置。那我们的肤色呢，标准线就是这一条。哦，中间这里有一条线，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肤色的标准线，所以让我们的颜色跟这个肤色的标准线是对齐的一个情况之下，可以让我们的肤色是最 OK 的哦，最稳定的一个状态。好，那我们认识完示波器之后，我们来看调节的部分。来调节目前有3种方式，第一个是基础调节。那我在没有套用 LUT 的情况之下，我后面的调节包含像色温、色调、饱和度。色温、色调、饱和度主要调的就是 RGB 这3种色相哦，这3种颜色的一个变化。那这个就是色彩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呢是明暗度，那它主要是有亮度、对比度、高光、阴影跟光感这个部分，我们去做一个调整。那最后是画面的细节的部分，我们可以利用这个锐化、颗粒、褪色、暗角哦，这样我们去做一个调整。OK， 那这个是基础的部分。HSL 就是针对我单独的一个颜色，我去分别的去做一个调整，包含像我红色可能要降低一点，那我可以从这边来调整色相、饱和度还有它的亮度。那上面也都用颜色标示在上面，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我可能往左边移，我画面会粉红一点；我往右边移，颜色会橘色一点。好，所以它这个面板可以让我们很清楚知道我要调的颜色，我要怎么去做一个相对应的这个调整，好，非常的便利。好，那这个是 HSL 的部分，针对这几个颜色单独的去调整画面中的颜色。那曲线的部分呢？曲线调色的部分哦，曲线调色的部分它的功能非常的强大。那这个部分我就要特别来介绍它一下哈。我们在曲线调色里面，它主要有4个。第一个是明亮度，好，明亮度的调整。然后另外3个就是 RGB 这3个东西去做一个调整的部分。然后这一张这个色轮的部分，这张颜色的图表，你最好能够把它记清楚。如果不能记清楚，你直接把它做截图的动作。为什么？这跟我们调色非常有关系。当我们在调整这些颜色的，它们分别都有相对应的颜色跟互补色的部分。好，比方说红色的部分，它的互补色就是青色，然后绿色的部分，它的互补色是这个洋红色，然后蓝色的部分，它的互补色就是黄色。好，那这个为什么你要知道呢？因为我们在操作 RGB 的时候，当你的红色变强，它的反向是它的互补色；当你的绿色变强，它的反向是它的互补色。好，那我们这个东西我们怎么去记忆它的互补色到底是什么？我有时候在调的时候，我怎么知道说这个颜色是什么？在我们的颜色里面有2种颜色的运用模式。第一种是所谓的 RGB， 也是一般的显示屏幕，我们会使用到 RGB 的这一种显色的一个方式。那在印刷上面，我们会用所谓的4色印刷，就是 CMYK 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很好记忆。好，我们怎么记它的互补色 ？RGB 对应的就是 CMY， 好 ，RGB 对应的就是 CMY， 所以非常的好记。
你只要把这个关系记清楚，你就会知道了。所以 R 对应的是什么 ？C 青色 ，G 对应的是什么 ？N 洋红色 ，V 对应的是什么 ？Yellow 黄色。哦，这样你在记忆上你就会觉得，非常的轻松，你就会知道它们的互补色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你的记忆就会非常的清楚哈。所以当你在调色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当我某个颜色变弱的时候，是不是什么东西都变强了？那这个会关系到我们在调色上面的一个运用。那如果你记不住，你就把这个色轮的部分，你把它记清楚，你就会很清楚知道。那在操作的部分上来讲，我们整体的界面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来，第一个是亮度，然后还有 RGB。好，在这个图的正中央会有一条边极线，那这条边极线呢，上面各自对应的都有它们固定的一个位置。好，那这个是在还没调动之前整体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是我们的边极线。我们这个边极线从左到右，这个格子从左到右的这几个格子，分别是暗部，然后次暗、次亮，还有亮部。好，也就是说，我从左边到右边，我的画面亮部的部分、次亮的部分、次暗的部分、暗部的部分，整体是怎么样的一个分布？好，那这个我们先有一个概念，我们在左上跟右下，左边就是把东西增强、调亮，增加红色、增加绿色、增加蓝色，往左上角拉，我们就是增强那个东西；往右下角拉，我们就是增强它的互补色。我们往另外一个方向去拉。再来，上面会有一个滴管工具。那这个滴管工具在干嘛呢？它主要是让我们在画面中点下去之后，我的那个边极点我们才会出来，我们才会知道说那个位置的点它是属于在画面里面的亮部的位置，还是次亮的位置，还是暗部的位置，还是次暗的位置。好，这样它就可以直接帮我们找出那个节点。那我们就只要从那个节点里面去做上移或是下移的动作，我们就可以去调整那个节点。OK， 好，来，好，接下来进入我们操作的部分。我们在调色的部分呢，我们有分所谓的一级调色跟二级调色。那一级调色要先做一件事情，很多人在那个影片做出来之后，套上滤镜都觉得说，为什么这个滤镜没有办法带出他想要的一个感觉？到底是哪里出问题？因为他没有做一级调色。所谓的一级调色，就是让白色还原成最白的一个情况，让整个画面呢是呈现比较色彩比较精准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要怎么看它到底有没有偏色或是有跑掉的一个情况？这时候示波器就很重要了。好，来，我们打开示波器，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海边的照片，那所有的颜色呢都偏高，所以它的亮度其实是较高的。你可以看到目前平均的线是在800多，800多上下。那我认为就是虽然它是大白天的一个情况，但是我觉得合理的范围应该会是在600-700。我还是想要让它明亮一点，但是我想要让它维持在600-700这样的一个空间。那当我们这个亮度太高的时候，很多细节我们就看不到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可以我们要先做，我们讲调色，第一件事情要先做校准曝光度跟白平衡。好，我们先把它做一个校对之后，等你校对完，你可以直接套滤镜，你也可以直接再做调节的动作，调出你想要的一个风格跟你想要做的这个方向。好，所以第一步要做的事情其实是先校准曝光跟白平衡的。好，那我们这边我们用基础的部分来做调整。好，我们先用基础的部分来做调整。我整体是呈现过亮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先把亮度先把它拉低。好，当我们亮度拉低之后，其实画面中的细节就跑出来了。在我还没有拉低之前，你可以看，我是看不清楚这里面的云，它的纹路，它的状态是怎么样，我只看得到很明亮的一片。可是当我拉低的时候，我们单纯亮度把它做一个拉低的动作，我整个画面的细节我就跑出来了，这些云朵的状态我就看得很清楚了。在过曝的情况之下，我把它做一个调整，好，让整个颜色、色彩上面的颗粒我都可以看得更清楚。好，那我调整完亮度之后呢，我可以再调整高光。
好，让它们维持在这个我们讲的中间这条线哈，中间线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补一点点阴影。来，我们看一下原始的影片哦，左边是我们没有调整过的，右边是我们调整完的。那看起来比较暗，但是它的细节就跑出来了。好，有没有？来，那我们看这个示波器，你也可以看到左边这里有没有蓝色是较高的，绿色、红色哦这样次之。那中间的这个三个叠加在一起，它的右边的稳定度是比较高的，左边依旧是有点过曝的一个情况，有没有？所以我们用示波器，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说，它整体的颜色分布大概是怎么样。好，那有时候人眼睛看久了，他会疲劳。那疲劳之后，你唯一靠的就是这个示波器，你才有办法更精准的把颜色抓在同一个地方。OK， 好，来曲线，好，曲线这个东西就非常的重要。我们刚刚有提到，这4个格子分别代表的是亮部、次亮，然后次暗跟暗部。那我现在这个画面里面呢，我希望可以针对亮部的部分再亮一点点，然后暗部的部分呢，我希望它再暗一点点，然后中间维持大概的位置。好，我把它夸张一点哦，这样大家从画面上才看得到。太夸张，太夸张。好，来，好，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只是单纯调它的亮度，让它产生比较高的一个对比。那这个是一般我们在调色常用的所谓的 S 曲线。那我这个是比较夸张一点哦，比较浮夸一点的 S 曲线。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子拉高我们的对比之后，我们跟原本的做一个比较。好，这是原本的，我用蒙版来拉一下。好，左边这个是我们还没调色之前，那右边这一个呢是我们调色之后，两个的对比，两个的对比，左边很明显它就是亮了，那右边的话，它整个层次跟细节都跑出来了，我已经可以看到整个云朵整体的一个状态，有没有？我已经看到云朵整体的状态。好 ，OK。我们刚刚有提到，当我们做了曝光校准，校准曝光的部分跟白平衡的部分，我们把它做下来之后，这时候你再套用这个滤镜，好，你再用 LUT， 它的效果就会非常的明显。好，那我们这边来抓几个 LUT 来试试看。好，像这样，这时候你再把这些 LUT 把它丢进来，有没有？整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天空的整个层次就出来了，然后还有海水的部分，看起来就非常的蓝。就是我们要先做一级调色，先把它的颜色还原到白色是接近白的一个情况。那这时候我们再来套用 LUT， 或是我们直接套用这个它里面内建的这些滤镜。好，假设我用影视级的青橙色，我们再来套用这些滤镜，它的效果就会更加看得出那个效果，有没有？跟我们原始一开始的这个影片没有调色过的影片，是感觉就完全不一样。感觉整个完全不一样。这是我们在看一些影视作品的时候，为什么他们都会有使用他们独特的一个色调？那为什么要使用到这个不一样的这种色调？原因是因为我们要凸显影片的内容、它的氛围、它的气氛，那我们就必须要用所谓的影调来烘托出这样的一个氛围。比方说，我们看恐怖片，大部分都是冷色系为主嘛，然后再不然就是里面充满了很多这种绿色的绿光，去衬托这种幽暗的感觉。那如果我们在很开心的情况，大部分人就会在那种大晴天底下，有没有大太阳底下，很开心的样子，充满着阳光的氛围
所以其实颜色跟色调它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一个氛围跟感受。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调色上它可以让我们的影视作品，它可以让我们的影音的制作可以添加不一样的一个氛围。好，那接下来我们讲 LUT， 我们要怎么去下载？那我们从网络上其实可以找到很多免费的 LUT， 这种免费的资源可以去做使用。好啦，我们进入这个网页之后呢，我们会看到这里免费的13个这种 LUT， 那这边有这些 LUT 的一个风格内容，你可以做一个了解。那在这边直接点下去，它就可以直接做下载的一个动作。好，下载完之后呢，我们做解压缩的动作。那把这个档案放到你解压缩的位置，然后呢，我们再打开剪映，从剪映来读取这个解压缩里面的档案，这样你 LUT 就直接在剪映里面了啊，你要记得你解压缩的位置在哪里。以上就是我们电脑版剪映的调色的内容。那有了这个东西，它可以让你的颜色呢，可以更精准的回到原始的它应该有的这个颜色的表现。那也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我们可以增加更多的氛围。好，假设我可能是要做一个怀旧的影片，那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加上一些黄色的元素，来让它产生一个这种怀念的这种感觉。所以影调这个东西，它就可以影响到我们对于影片整体的观感是怎么样。那这个也是一个普遍很多人在使用的一个方式借由剪映专业版的这个调色的功能，我们就可以做出更多符合你当下的想要表达的这个情绪，你想要表达的这个故事内容的一个色彩。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可以得到更好的让我们的主题发挥的一个方式。好，以上就是剪映专业版的调色的部分，谢谢大家。